你认识死者吗？不认识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。警察同志，你看我能不能先去换条裤子？带他去。是。一幅绝望的画。中队，这有5万块钱现金，还有，这底下原本有2个电脑主机，被拿走了1台。这是什么？水泥？颜色类似，但比水泥要细腻。可能是别的装修材料，也可能是雕塑用的泥土，我不太确定。拿到队里化验一下。死者身份确定了吗？还没有，李涵正在查。这个地方也太诡异了。一个人生活和工作全在这个防空洞里面。刚才我查了这里所有的书籍，全部都是关于法律的。死者又死得这么惨，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昨天早上的8点到11点之间。死因为多脏器损伤，大量失血。凶器是长15厘米、宽5厘米、单侧开刃的锐器。胸部5刀，刀刀致命，非常果决。小腹、耻骨是16刀，而且下体全部被刺烂。从凶手下刀的角度和力度来看，受害人当时应该是躺在地上。根据他手腕上的勒痕和被打淤青的不同程度看，死者在生前持续遭到凶手的毒打。下手真够狠。经核实，死者名叫董一蛋，39岁，法律专业毕业，当过律师，后因多次违规被吊销资格证，现在是一名非法私家侦探。他具备反侦查能力，没有监控可以拍到他事务所的进出口。私家侦探？有查到最近他在代理什么案子吗？没有，有1台电脑主机不见了，只剩下了电源线。电信部门刚刚提供的信息，他的宽带在昨天早上9点还有数据传输，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是在案发之后凶手拿走的。现场怎么样？现场没有找到作案工具，没有提取到指纹，地面上也没有发现鞋印，应该是被凶手刻意清理过。不过在门口的地垫上发现了2个带血的鞋印轮廓，45码。床上没有床单，不知道是不是被凶手带走了。在沙发垫上提取到了死者的精斑和一名女性的体液。根据房间内的温度、湿度以及空气流速，应该是在案发前10到20个小时之内形成。现场找到的录音笔，录音时间是案发前1周。怎么了？内容是这样的。
就这样。查到这个录音的来源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案发前一天，有一位女性给他打过电话，叫宋敏捷。我在现场还找到了一个装有5万块钱现金的帆布包。可惜包里的纸币在流通的过程中经手的人太多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包上提取到有效的指纹。通过手机日志，我们还可以发现，案发当天他手机里的一些照片被删除了。通过技术手段，我们找回了这些照片，要么被遮挡，要么很模糊，完全看不清楚。只有这么多？目前手机里就是这些，但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手机剩下的废片。什么意思？如果需要把手机里的照片传输到电脑，那么一般人的操作习惯是会先批量选中需要传输的照片，传输之后呢，回到手机批量删除这些照片，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些没用的废片了，可能会在1个月甚至更久之后集中删除。技术部门能恢复吗？如果是曝光问题可以，但如果像这种被遮挡或者原本就拍得很不清楚，就没办法了。我可以试试。这是什么？水泥？颜色类似，但比水泥要细腻。可能是别的装修材料，也可能是雕塑用的泥土。不成。怎么了？你找我？这是我根据废片推断出来的跟踪位置。剧本杀、汽修厂、陶艺工坊。还记得我们在装钱的袋子里发现的泥土颗粒吗？我觉得很有可能跟这里有关。沈毅还原的3个地点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分别属于黄涛、郝自强、阮芳芳的工作地。确定是他们？确定。他们是谁啊8年前一个案子的凶手。海素网吧纵火案。那个网吧老板为了逃避派出所突击检查，锁住了铁栅栏门。他们3个因为与老板发生口角，就想恶作剧报复，点燃了网吧后门的杂物，最终造成网吧老板在内的19人死亡。当时由于3人都未满18周岁，黄涛被判了7年，郝自强判了8年，阮芳芳因为未满14周岁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。我们还在当天董一蛋事务所附近的公共监控找到了这个视频。这个黑色装钱的帆布包，就是这2个人拿给董一蛋的。他们离开的路线与沈老师还原的地点也可以对应得上，所以这2个人很可能就是黄涛和郝自强。干嘛？我不回去。你，我不回去了，我真不回去了。你们别过来！我不回去了！你们别过来！哎呀，你还委屈上了？周老板在哪儿？我问问他，为什么找个杀人犯在这工作？为什么？我们蹲过监狱了，现在法律已经允许我们回归社会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我们的希望都被你们几个杀人犯给毁了，凭什么蹲那么几天就放出来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知道我在里面过的什么日子吗？8年，8年。
真不回去了。那是一壶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杀了我们吗？一命换一命。你就这样。不要这样，是我被王盘老板猥亵，你们为我出头坐牢，我不能让你们再为此受到伤害了。放下。我孩子的魂魄在我眼前飘来飘去的，是你们现在让我无法安生。你还伪证？报仇！住手！警察！警察！别打了！警官，别抓我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求你们了，我求你们了，别抓我回去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没人会抓你回去。这个人见过吗？我要修车，我要修好多的车，我才能还凤凰钱。得修好多车才能还凤凰钱。哎，他叫董一蛋，是非法私家侦探，跟踪过你。警官，我求你们，别怪芳芳了。要治罪就治我的罪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他把身上仅有的50块钱，然后就拿来给我买吃的。他比我可怜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，不想回去坐牢了。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太正常。我知道他跟踪我们。那天你们去找他干什么？他要挟我们，让我们给他钱。如果不给钱，他就把我们的地址发给那些家属。现场这5万块钱是你们的？是。给了钱之后呢？那王八蛋突然反悔，不肯删照片，所以你们杀了他？没有，我们就抢了他的手机，把照片删了。我们没有杀人。那董一蛋的电脑主机是不是你们拿的？不是。删完照片我们就走了。这个王八蛋出尔反尔，不管凶手是谁，我都谢谢他。你和郝自强都刚出来不久，5万块钱不是小数目，你们怎么拿得出来？我们凑的。怎么凑的？郝自强根本没钱，我东拼西凑，凑了1万多。1万多，那剩下的呢？剩下的都是芳芳解决的。阮芳芳。对。我出来之后就联系他了，我就想知道他这几年过得怎么样。谁知那董一蛋一直跟踪我们，
反而把他暴露了。所以董一蛋一开始并不知道阮芳芳的真实下落。是。都是我不好。芳芳她是最无辜的，她不仅没有怪我，还帮我们筹钱。警察同志，整件事情跟芳芳没有关系，她是被卷进来的。阮芳芳，你杀了那么多的人，一天牢都没有坐过，在外边活得挺潇洒的嘛。如果我把你们仨的身份公布到网上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？5万，买你们的幸福生活，这笔账划算吧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没钱，没钱可以卖哦。我录音了，我可以去报警。我知道你住在哪儿，也知道你那俩相好的小瘪三儿住哪儿。你想想清楚，自己可是杀人犯。你要是不想给这个钱，那好，我就把你们的信息和照片全部交给王浩。你被勒索，为什么不选择报警？我本来是想报警的。他猥亵我，还拍了我的裸照。你单独见过董一蛋？他发现了我们3个人的住处，就管我们要钱。我在想，黄涛他们好不容易才从里面出来的，如果董一蛋和他们见面，我怕会出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单独去找董一蛋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而且他还威胁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这样的。你为什么不选择反抗？我有罪，我曾经犯过错，所以无论发生在我身上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认了。录音最后提到的那个王浩，他是谁？他是当年火灾受害者家属会的，是他委托董一蛋来调查我们下落的。还有这个，程队，黄涛的脚印和鞋脚印的比对结果出来了，鞋码虽然一样，但鞋的形状跟花纹的磨损不符。尸体上残存的他人 DNA 也和他们对不上，还有现场提取到的女性体液 DNA 也不是阮芳芳的，基本可以判定不是他们。程队，跟电信部门确认过了，黄涛3人的手机信号、活动范围和时间跟口供一致，他们没有撒谎。还有你让我查的那个宋敏杰，我查到了，她是当年火灾受害者的家属，她有个老公叫王浩。王浩。刚才阮芳芳也提到了王浩。你们俩去趟宋敏杰家里，排查点线索。好。好。啊，对，可以把他们放了。明白。宋女士，今天我们过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董一蛋被害案的一些相关情况，希望你配合。宋女士，你跟董一蛋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们聘请的法律顾问。8年前，
我的儿子死于网吧大火，就是那场有名的海素网吧纵火案。3个凶手只被判了几年，现在都被放出来了。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现在的住址。知道他们的住址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们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现状，哪怕知道他们过得不好，我们也能心安。找到了吗？董一旦就是一无赖，总说有线索，反复要钱，可是提供的都是一些无用信息。但我们了解到，前天你去过董一旦的事务所吧？我就是找他退钱去的，他提供的消息都没有用。开始他也不愿意退，我说要去告他，他才同意。其实我也怀疑，他未必真的会退，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苏女士，其实呢，我们在现场找到了一支录音笔，里面有一段音频，你听一下。我们已经在现场提取到了遗留的女性体液，检测出了 DNA。是我，可我是被逼的。你是说，董一旦强迫你？是我的丈夫，王浩。王浩，你老公？我知道你们不理解，没人能够理解。你们不知道，这个家失去了孩子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王浩天天看着我，这个家已经变成关我一个人的监狱，而王浩就是监狱看守。哎，回来啦，正好，饭也好了。儿子照片呢？我收起来了，我想整理整理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俩的日子也得好好过，是吧？咱得往前看。你凭什么往前看？我每天上班辛苦工作，我就要求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孩子看好。一件事情你都做不好吗？咱们儿子多大啊？15岁，15岁。他去网吧包夜，你看不住他。你怎么当的这个妈？现在你想往前看，看不了。我得
一天就不该睡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困。我有罪，是我的错。我有罪，我有罪。你有罪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觉得你有罪的话，你把害死咱们儿子那3个小杂种找出来，把他们都杀了，你赎罪，你赎罪呀！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呀，我只能一次一次的去找董一蛋。我总得做点什么，才能让我这心里好受一点，是吧？董一蛋总是拿似是而非的消息来搪塞我，还要我来做交换。我挣扎过，我也反抗过，可是后来，我居然在他的侮辱中，感觉到了一丝内心的平静。我想，自我毁灭也是一种赎罪吧。王浩大概是发现了我的变化，于是，在我包里放了窃听器。我受够了。我想，他一定会跟着我。我希望他冲进来把我杀了。我如果死了，这一切就能结束了。可是，他并没有来。你离开的时候，董一蛋还活着，有人能证明吗？他送我出来打车，司机应该看见他了。昨天上午8点到11点，王浩在哪儿？不知道。那你最后一次见他在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在家。他有什么异常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正常说话了。苏女士，我们想看一看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，您不介意吧？请便。1个小时之后开会啊，知道了。
你怎么来了？不欢迎。没有，欢迎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我是想来跟你学烧陶的。啊。你平时不办案吗？我是画像师。画像师？就是画画的。但我对陶艺不太了解，知道你开了一家陶艺馆，就想着过来学一学。没问题，我去准备泥料，你随便看看。这个陶瓷碎片的中心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看上去支离破碎的，仿佛要逃离。现在是不是要好很多了？逃不了了。真是难啊！力道稍微控制大一点，就坏了。做陶艺都是这样的，要学会恰到好处的控制。如果你不用力，就控制不好形状；如果你过于用力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控制是关键。哎，你为什么想开陶艺馆？我开这个小作坊，就是为了能够有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。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也可以逃过那些家属无休无止的纠缠。但我知道，逃不过。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来找我学陶艺的。你看我做的这个，还行吗？嗯。